透过国际刑警，终于查到郭教授的背景了。原来他儿子在几年前因为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，他的动机是杀梁慧欣为儿子报仇。那你能解读我吗？你的外表很清秀，但你的内心不清静。你看起来很镇定，实际上也毫不镇定。一个催眠高手有没有可能同时催眠谁？你是说集体催眠？你不会希望他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吧？麻烦你。 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论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。 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情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 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 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长柱。 妈，你醒醒啊！妈，你醒醒啊！妈，这种。 妈，你醒醒！妈，妈，医生，我妈情况怎么样了？刚刚替她检查过后，只是有点皮外伤，又受了点惊吓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吧，她很快就会醒过来了。谢谢。妈，你醒了。妈，姐，慧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要担心。没事就好。刚才这把我吓死了。妈已经没事了，别担心。倒是你，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吧。慧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明知道我们在外面守住你，为什么你还要从后门溜走？对不起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当时我在花店，突然接到这个电话，他说妈在他手上，要我马上去见他。然后呢？我到天台的时候，看到妈被绑住了。Dick 说要杀了我，替他哥哥报仇。之后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脑子就一片空白。我清醒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天台的边缘，之后就被你们拉下来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 ，Dick 催眠你站在天台的边缘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那他自己为什么也要站上去啊？难道他想跟你同归于尽？我不知道。当时就只有你们两个人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Dick 的目的是要报复，他不可能寻死的。你是不是观察到什么？还是你看到什么？
还是你不敢跟我说？我真的没有，事情我都跟你说了。你仔细想一想啊！我是说真的。你慧心现在不是犯人，你不相信他就算了，你干嘛用这种审问的口气跟他说话？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慧心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哎，阿丽，不会等太久吧？嗯。哇，先叫了。哎，这么早就开始了？来，试。真的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的帮忙，慧心早就出事了。你不用谢我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还是要谢的。如果慧心出事的话，我妈一定会很伤心的。既然大家都平安无事，那喝多一杯吧。来 ，Yes。没想到案件发展到最后，受到最大伤害的竟然是郭教授。郭教授为人正直，他常常叫我们不要心存邪念，可是却没想到他的2个孩子，一个变成色魔，一个差点变成杀人犯。Dick 虽然是帮他哥哥报仇，但是他利用催眠来达到目的，这一点我非常不赞同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 Dick 会突然从天台上跳下去呢？可能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逃脱，所以选择自杀，一了百了。不可能。Dick 特地从美国飞回来，就可以看得出他想报仇的意愿有多么的坚决。他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杀慧心，为什么他不做呢？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他在天台的时候，表情有点古怪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好像没有什么表情。我怀疑他是被催眠。催眠？可是那个时候天台只有我妈跟慧心。不是吧？你认为慧心催眠了他？嗯哼，不可能。你有什么看法？Dick 本身就是一个催眠高手，而且他的心防很强，要催眠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何况慧心对催眠一窍不通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慧心在隐瞒什么事情。我相信慧心。永元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慧心根本没有理由说谎。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？如果你觉得慧心没有说谎，为什么你没有急着帮她说话？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查案怀疑那些不该被怀疑的人。我当了警察这么多年，我自然有一套的想法。你可以相信慧心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反对我的看法。我不是反对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这次的判断是失误的。慧心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一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是存心要针对慧心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你跟他分开那么长的时间，他的一切你真的都了解吗？总之，我相信慧心，他不会对我们有所隐瞒的。你为什么这么维护他？可能他真的精通催眠，只是他没有跟你说。我只是在保护妹妹。如果他真的做错了，你这不是保护，你这是包庇。文杰，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你的妹妹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怀疑她呢？我想你心里有答案吧。你还是找个时间跟她好好谈吧，才能够了解她的过去。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你的妹妹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怀疑她呢？哥，怎么那么迟才回来？哦，刚才跟永元还有安妮去喝2杯。哦，你怎么这么迟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 Dick 的事。有个东西要告诉你，除了妈之外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。我要你知道，无论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我，哥一定会帮你的。说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不希望你一个人承担。最近那么多事，都是因为我。
还好妈没事，要不然我不可能会原谅自己。也许我根本不应该回来。傻瓜，妈是不会怪你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一直希望能够跟你团聚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都没事。来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早点休息。是我的错，我要赎罪，我要赎罪。你不是要赎罪吗？跳下去就对了。跳啊！为什么不跳？你不是要赎罪吗？跳下去！赶快跳下去！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是我的错，是他的错。他伤害我朋友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说谎！我可不是这样子的人。我是真的，我没有冤枉他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知道你爱你哥，可是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这不是事实，这不是事实！啊！弟，他说的没错，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，我连禽兽都不如。我是真的想要侵犯那个女生，我活该，是我罪有应得。哥要为所做的错事赎罪，你要照顾自己。哥，哥，哥！长住！你站着！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女人太过分，这么不知好歹？老大看上她是他的福气。对呀，居然敢拒绝我们的老大，看来我们也不用跟他客气了。等下我们就进去跟他讨债，他欠的债1分钱也不能少，连本带利马上还。对啊，老大，我们等一下就进去帮你讨债，给他一个教训。你们有头吗？老大，你真幽默哎！这个世界上哪会有人没有头啊？对啊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每个人都有头。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脑。你真会说笑哎！老大在说你没脑啊！你也不是一样。够了，以后我没有叫你们做的事，你们就不要多事。你是不是对他还没死心啊？我现在只要能够远远的这样看着我女神，那就足够了。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还怕找不到女人吗？自从你认识了这个女人之后啊，头脑都有点坏了。你们的头脑才坏，这是爱情的最高境界，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懂。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懂。对了，老大，别忘了今天约了洪老大吃饭了。
现在去的话，时间刚刚好。还早啊，再等一下。还是现在去吧，洪老大不喜欢你迟到。走吧。大哥，要不要先上菜？不用，再等一会儿吧。俊荣应该就快到了。怎么啦？生意做大了，吃一顿饭要我等那么久？洪老大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，风采依旧嘛！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们师兄弟不是已经去了澳门，怎么会回来呢？哎呀，人老了，无聊没事干，所以就来探望一下你这个老朋友嘛。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不要再见面吗？你们也答应过不会再回来的。哎呀，洪老大，都已经20多年了，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还在担心些什么。哎，难道你还担心？闭嘴！不用拐弯抹角了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最近我想当老板，就到大陆去搞生意，没想到投资失败，连我的老本都亏了，还不够啊！所以后来我想一想，哎，就想到洪老大您啊，所以想跟您商量商量，借点钱给我周转啊。那我保证，一拿到钱马上消失。你要多少钱？不多，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这么多钱帮不到你。哎，洪老大，这你就不对了。想当年我丢下老婆孩子，用我这条命来帮你打江山，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你那一份已经给了你了，当初没有少给你，我现在也不会多给你。好，好，你是老大，你厉害，真没想到你这个做老大的这么没有情义。那么看来，我们当年的约定可以不算数喽。阿言，哇，长这么高了，一表人才啊！哎，在你很小的时候，我已经认识你了，还包过你了，怎么样？想不想知道20多年前的事啊？好了，你要的条件我答应你，不过你要给我一些时间。没问题，我会再跟你联络啊。不过洪老大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要不然我的嘴巴扬起来，可不受控制，会乱说话哦。嘣！走了，阿言，上菜吧。是。爸，刚刚那个是谁啊？一位老朋友。他为什么会以为我是哥？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。可是我嘴巴是用来吃饭的，不是用来问那些不该问的事。郭教授，郭教授虽然醒了，但是身体还是很虚弱。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Dick真的走了。我很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对于生死，我已经看淡了。我没事。我记得他小时候经常跟他哥哥说：“以后经常地在大学研究工作很忙，只有他哥哥在家里陪着他，所以他哥哥比较像是他爹地。在他哥哥出了事之后，他的心比我还痛。天睡梦中，他的
对吧？喊着说要替他哥哥报仇。我这趟飞回来，就是希望能够阻止悲剧发生。坏事发生了，太不害怕，幸好梁慧欣她没有事，对吧？那就好。对了，妹子，我刚才听永元说了，他说丁那个晚上差点把你连累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好好教他，原谅他，原谅我。对不起。那天晚上，你是偷溜出去找 Dick 是吧？虽然他是我的私生子，可是毕竟我和他是有血缘关系的。那天晚上，我感应到他好像快要动手，所以我就赶着出去找他。可是他的理性已经完全被他的心魔给掌控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为什么我在大学里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所有的学生学催眠，心术一定要正。心如果正的话，真的可以帮很多人；但如果心邪的话，害了自己也就算了，还会害到别人。郭教授，你说的没错，就好像这次的事件一样。虽然 Dick 擅长催眠，可是他的心早已经被复仇的意念给催眠了，所以才会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你好好休息吧，别想太多。我没事。你刚才说 Dick 的心早已被复仇的意念给催眠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在纠结慧心会不会催眠的问题？其实 Dick 的复仇意念那么强烈，当天他没成功催眠慧心，导致自己的情绪陷入极度混乱，反而被自己的心魔作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走火入魔。所以最后他选择跳楼自杀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解释啊？解释？解释什么？那天我被 Dick 催眠，我差点伤害慧心，你用汽水盖唤醒了我。你怎么知道汽水盖对我的意义啊？哦，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而且我相信文杰也不可能会跟你讲，所以你最好从实招来。其实这件事，我也要向你说声对不起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在酒吧跟我说你不相信催眠？嗯哼。你还要我试一试催眠你？你真的催眠了我？对你来说，什么东西是最重要、最不可缺乏的？汽水盖。汽水盖？为什么？10年前，文杰送给我的，他承诺要送一枚真的戒指给我。那这汽水盖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意义？等了10年，就是要等他送那枚真的戒指给我。啊！哎呀，张安妮，痛啊！谁叫你这么卑鄙啊！不止催眠我，还揭发我的隐私，太没有道德了。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当时看你那么有自信，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，那没想到我问你什么东西是你最在乎的，你居然说是汽水盖，还说……哎呀，好。
真的不是有意的 ，OK？ 我一直都在找机会向你解释，可是又怕越描越黑，所以我本来打算把它当成是我这一辈子都不能说的秘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？是真的，当时你被催眠，差点伤害慧心，情况那么危急，我才逼不得已用这招来吸引你的注意力。不用解释。喂，别生气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啦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原谅我啊？哈，这么容易原谅你？我要你发誓，以后不准再催眠我。好，我发誓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以后也不会再催眠你，可以了吧？啊！哎 ，sorry， 我找不到停车位，绕了很久。哎，没关系，难得你约我出来逛街，等一下也是 OK 的。想买什么啊？我爸生日要到了，想找你出来给我一点点子。你怎么样？送什么？不如送手表带吧。我上次去你家吃饭，我发现你爸的手表带蛮旧的。那只手表是我第一次发薪水的时候买来送给他的。想起来已经很多年了。你这么细心，难怪我父母这么喜欢你。只有你不会欣赏我的好，你走饱了。不好，不好！为什么你偷东西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快说，快说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偷东西，偷了什么？掐金杂志。我是警察，你把他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在下面了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爸爸妈妈呢？你有没有他们的联络号码？小妹妹，你得告诉我们你住哪里，我们才可以送你回家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告诉哥哥好吗？喂，你长得那么凶，我来问吧。小妹妹，你肚子饿不饿啊？要不要吃蛋糕？哥哥买超人蛋糕给你，要不要？可是你吃了过后，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住哪里啊？什么超人蛋糕啊？她是小妹妹啊，她肯定喜欢丁丁白兔啊。小妹妹啊，我买丁丁白兔的蛋糕给你吃好不好？喂，什么丁丁白兔啊？你就长得像丁丁白兔。小妹妹，这么小的小女孩怎么可能看这种财经时事的杂志呢？根本就看不懂啊！她偷来干嘛？或许她不是为了自己偷的。你是说是有人叫她去偷？或许吧。Madam， 我们用尽所有方式，她都不肯开口说话。是不是你们2个人太凶了？要不然你试试看吧。我应该也不可以。这孩子不会是有什么自闭症吧？很难说。安妮，哎，救星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跑一趟。我们发现这个小女孩，她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她又不肯开口说话，所以我们就只好请你这个大医生帮忙了。可以让我跟她单独谈一谈吗？嗯。Hello， 嘿，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警察，我不会问你很多问题的。如果你不想说话的话，就别说，我不会勉强你。不过你的头不要老是低着，这样你的颈项会很酸很酸，然后颈项变得很长很长，像只长颈鹿一样，那就不好看哦。哎，你看我带了什么过来？我带了5颜6色的蜡笔过来，看多漂亮！我们一起来画画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画画？那我先画喽。哦，要画，这是什么呢？红红的2个点，哎，然后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
黑色，有红色。虽然这小女孩不说话，可是通过这幅画，可以稍微看得出这小女孩的内心世界。我看不出。哦，我忘了，不好意思。你看这天空，她画得多么的透亮，这表示她的生活其实过得挺幸福的。因为一个不快乐的人是没办法画出这么美丽的颜色。你没有发现这幅画一个人都没有？这代表她的内心可能有点孤单，显然一个朋友都没有。那他为什么会把这个苹果画黑啊？这黑色的苹果代表他有一段不愉快和不愿意面对的回忆。我刚才跟他短时间接触，发现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一种不信任感，可能得花多一点时间突破他的心防。今天又上了一课，真的是谢谢你啊！不用客气。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置这个孩子，他一句话都不说，我们又不知道他住哪里。如果他再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要送他到什么政府部门还是儿童收容所了。哦 ，no， 千万别这么做！你这么做只会吓坏他，让他更封闭自己。那你有什么建议啊？啊，你回来啦！爸，你妈今天煲了你最爱喝的鸡汤。是啊，哎，快点过来喝吧。好，来，进来，不要害怕。这是谁的孩子啊？他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住址，所以没有办法送他回家。你们其实可以这样随便带别人小孩回家的吗？当然不行啊！我们本来应该带他去儿童收容所，但是心理医生担心他不能适应，所以我就破例把他带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妹妹长得真可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啊？我们今天已经想尽办法要他开口说话，但是你看他就是这样不说话。他一定是被你们吓着了。他家人没有去报警吗？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他们好像不关心他的，根本都没有来找他。在小孩子面前不要乱说话。放心吧，在还没有找到他家人之前呢，就由我们来照顾。家里多一个人呢，比较热闹。哎呦，你看他一脸疲倦的样子，你先带他进去呢，洗个澡，换件衣服，然后出来喝汤。好啊，走吧，来，我们去洗澡，然后出来喝汤啊。我妈妈的汤很好喝的。弄汤。小妹妹，这里有一条新的毛巾，还有这是新的衣服。你洗完澡之后换上它，然后出来跟我们吃饭好吗？那你自己来吧，啊！大哥，钱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可是大哥，你真的要把这么大笔钱给老柯吗？我怕他会食髓知味，越来越过分。不如我私下找人解决掉他。不行啊，他还有3个兄弟，不要把事情闹大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最重要的就是秘密不可以泄露出去。你照我的话去做吧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放心交给我，大哥。阿哲了，小心点啊。陈叔，这么急去哪里啊？我要出去帮大哥办点事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哇，这么多钱呢！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陈叔。洪老大要我转告你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。希望你拿的钱要言而有信，以后不准再回来了。要你教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回去跟你老大说，叫他放心吧。哇，你是谁啊？居然跟我老爸拿这么多钱！大人的事，小孩别管。你想知道的话，回去问你老爸吧。喂，什么小孩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爸虽然退休了，但不好欺负。还有我这个儿子啊！哎，建龙，这件事你居然不管？陈叔，我爸被人家威胁，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你休想从我手中把这袋钱给拿走！你给我记住！爸，我帮你搞定了那个老家伙，还好他跑得快，要不然我把另外一个胳膊也打断了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我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还帮你把钱拿回来。你不但没有谢谢我就算了，还一副责怪我的样子。为什么你要擅作主张不问我？以后你再插手我的事，我一定不饶你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你被人家威胁也不管吗？好，反正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，钱是你的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不管，大哥，要不要我跟军荣？不用了，老柯的事你再去处理一下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的嘴给堵住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你自己说吧。老爸他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明明在帮他解决问题，还要被他骂。爸做事情一向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，你就照他的意思吧。他不想你插手的事，你就别管了。看着老爸被威胁，我怎么可以不插手啊？你哇哇嘞！那个老柯不知道什么来头，不知道老爸为什么那么怕他。老柯？是啊，那个老家伙。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只是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。一时想不起来。我看啊，你还是不要记起来比较好，免得跟我一样无辜被骂。哎，您手中的盒子装着的是您6岁以前的记忆。你一打开它，就能想起所有的事情。怎么样？从你念大学到现在，你找我帮你催眠，也不下10次了吧？但是每一次都帮不了你找回6岁以前的回忆。不管我怎么样尝试，到现在我只能记得6岁以后养父领养我的事，6岁以前的记忆完全一片空白。说实在的吧，如果过去是幸福的，那你回忆起来，其实也仅仅是一种安慰而已。如果万一你的过去是不幸的话，那回忆起来，不只对你现在的生活毫无帮助啊，而且对你的未来的人生，肯定是一种破坏。放心吧，教授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我都会一一坦然接受的。记得我一句话，过去的事情已经是梦幻泡影了，重要的是你当下的每一个心念，究竟是邪念，或者是善念，亦或是清净的正念，将决定你未来
而且是最关键的枢纽，明白吗？谢谢你，郭教授。明天你就得飞回美国了，今天特地麻烦你过来，真不好意思。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，你就好像我的孩子一样。Please, be kind to yourself. 怎么样？找到他家人了没有？还是没有找到，而且已经过了48小时了。照理说，他的家人应该会报警，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任何儿童走失的报案。你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或许我们可以在网上跟寻人启事，希望他家人看到之后会来找他呢。好主意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有命案发生，我得先走了。他交给我吧，他吃完之后我把他送去你家。我爸妈2点过后才会到家，你看着办吧。谢谢。小妹妹，你喜欢吃雪糕吗？叔叔可以买给你吃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你吃了之后要告诉我你住哪里，好不好？干嘛？你要上厕所？去吧。大概今早8点，有人经过的时候发现死者，报了警。现在还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。Madam， 根据尸体的尸斑状况来看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1点至3点，死因是死者颈部被扭断，一招毙命。死者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看来杀手的手法很熟练，不像一般的谋杀。Madam， 这个地方实在太荒凉了，平时一般上不会有人来这里的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找到任何目击证人。子亮 ，Jason， 你们再到处看看。任何可疑的线索都不能放过。陈叔，我看这里的搜索范围太大了，我们可能需要找 K9 Unit 的帮忙。好的，没人。我把死者的 DNA 和我们资料库里面 DNA 做过对比，证实了死者是一名旅居澳门的本地人，他的名字叫柯有正，50岁，单身。我们也查到，在20年前他是社会党党徒，有打人勒索的前科。而且经常进出警局。后来他移居到澳门，直到3个月才回来。可能是他以前做私会党时结下的仇怨吧。但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，让凶手过了20年还不肯罢休，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？子亮，你到电信局去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陈叔，你把他当年的仇家、党员，还有通通跟他有过节的人找出来，一个都不能遗漏。Jason、Michael， 你们到他本地的住所仔细查一查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大家分头行事。Yes, madam. 色相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
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爱在梦里想着轻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